楚风发现此地的墙壁之上也是出现了先前那锋利出现之前所浮现的如萤火一般的光芒。锋利刚刚散去的时候，此地的一切都还正常，那光芒是刚刚出现的。楚风察觉到了不简单，于是便认真观察起来。虽说这些光芒乍一看不像是暗藏玄机的东西，可是楚风以特殊的方式还是看出了一些猫腻。楚风，这是什么啊？是阵法吗？足足半个时辰之后，女王大人才询问道。不像阵法，更像是某种特殊的功法。楚风说道。特殊的功法？怎么个特殊法？女王大人好奇地问道。不是简单用来修炼的功法，更像是淬炼身体的功法，但是这里记载的不完整。楚风说道。那换个地方瞧瞧。女王大人道。不用了，符线出的这些就已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我猜它会变化，变化之后的便是后面的内容。楚风说道。他几乎肯定眼前所浮现的光芒他已经全部看透。而楚风话音刚落，便听到刺耳的声响自远处传来。来了。楚风望向声响传来的方向，也是眉头紧锁，因为他意识到这光芒并不会直接变化，好像还要经历些什么。很快，楚风眼前浮现出了滔天巨浪，那浪潮的速度极快，眨眼间便来到楚风近前，将楚风卷入其中。那浪潮的力量非同小可，楚风身在其中，几乎完全丧失了行动力，是真正的只能随波逐流。但楚风却发现，浪潮内水的流动不仅仅是带着他移动，水流是暗藏玄机的。只是身在这浪潮之中，楚风的身体也是感受到了其他困扰，这困扰正是来自浪潮内的力量。在这股力量的侵袭之下，楚风感觉身体发闷，不仅是脑袋与胸口发闷，而是浑身上下都有种闷闷的感觉。这种感觉起初还好，但是时间越久，越是感觉心烦意乱，就好像是有意在干扰人的定力，让人无法去观察这浪潮内的水流变化。但对于楚风而言，这种程度的干扰却并不是什么问题。终于，浪潮退去，在楚风身旁还有一道身影。楚风早就注意到浪潮长时间流动的下，有一个人被推到了附近，但当时楚风全神贯注的感受水流内所暗藏的东西，并没在意这个人。此时潮水退去，此人仍在自己附近，楚风这才去观察。而这一看不要紧，这个人自己竟然认得，乃是图腾龙族的一个小辈女子。之前楚风与龙滋滋一同进入神境战场的时候，他还曾用家人来威胁楚风，楚风的逆鳞之一便是家人与朋友。这女子用家人威胁自己，楚风非常厌恶，于是一拳将她打得跪在地上。但实际上，楚风那看似很不怜香惜玉的举动，已是楚风的手下留情。若他不是图腾龙族族人，楚风可能直接将其杀了，因为在楚风看来，此女对自己的威胁乃可不是吓唬人，而是当时真的那么想，留他性命可能会成为隐患。不过后来他却并没有一直记恨楚风，反而对楚风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变，甚至在楚风昏迷的时候，他也在门外等候。看到楚风苏醒时，他那脸上的喜悦并不像是装的，所以楚风倒也不想再与他计较，毕竟楚风本就不是斤斤计较之人。楚风少侠，这要巧，我们竟然凑到了一起。不过相比于平静的楚风，那女子见到楚风则是非常的高兴，原本一脸痛苦还阵阵哀嚎的她，见到楚风之后立刻爬起身来，走到了楚风面前。楚风少侠，我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叫龙善善，我爷爷奶奶还有我的外公外婆都是图腾龙族的长老。这龙珊珊自我介绍道。楚风微微点头，并未说话。虽然他此时对这龙珊珊并不像之前那般厌恶，但不代表并不厌恶。况且这龙珊珊一开口，就先将自己亲人中身份最高的抬出来，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楚风并不喜欢这种作风，你要自我介绍可以，你介绍你叫什么就行了，一下子把自己家里身份的人都抬出来，在楚风看来，这种行为非常的愚蠢行为。他奶奶的，什么情况啊？一会刮风，一会冲水的，这吆喝怎么与传闻的不太一样？可就在此时，长廊的另一端传来阵阵怒骂的声音，随后有3道身影走入楚风的视线之内，那乃是图腾凤族的3名男子。哟，这不是图腾龙族的人吗？那3名男子原本灰头土脸，尽显狼狈，可是看到龙珊珊后，顿时双眼放光，但那却不是好的眼神。恰巧此时，周围的墙壁之上出现了楚风所等待的光芒。楚风赶忙认真观察，因为他不确定这光芒会持续多久，必须在变化之前将这上面的内容全部记下。还真是冤家路窄啊，竟然让咱们在这遇到了图腾龙族的丫头。还真别说，这丫头长得还挺水灵。喂，你叫什么啊？3名图腾凤族的男子快步走上前来，一副流氓模样的打量着龙珊珊。你们想找麻烦，是被我程宇少主打得不够。龙珊珊倒也不是善茬，察觉到对方来者不善，他也不畏惧，而是直接抬出了龙程宇。毕竟龙程宇先前刚刚教训了他们的族长的儿子和女儿，可谁曾想面对龙珊珊的威胁，那3人不仅不怕，反而眼中善意更浓。那龙程宇确实厉害，可是现在他可不在，我劝你识相一点。3人中间的白脸男子道，我也劝你们离我远一点，不然图腾凤族也保不住你们。龙珊珊道，可那3名图腾凤族的男子不仅不惧，当听闻龙珊珊的话后，反而放声大笑起来。随后中间的白脸男子衣衫舞动，3品半神的威压便释放而出，直接将龙珊珊推到了墙壁之上。臭丫头，你狂个屁！你以为我图腾凤族是好欺负的吗？看你那一副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模样，就你图腾龙族高贵，我图腾凤族就不如你们吗？我告诉你们，想当年你图腾龙族的先祖也是要依仗我图腾凤族的。那白脸男子恶狠狠的道，大哥别与他废话，直接将他办了，让他见识一下我们图腾凤族男人的威猛。对，就在这办了他。2名男子色眯眯的说道。而听闻此话，原本一脸怒容的白脸男子嘴角也是扬起一抹邪恶的笑容，伸手便抓向龙珊珊，若敢碰他，后果自负。可就此时，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说这话的正是楚风。我认得你，刚刚你与图腾龙族的人一同现身的，怎么你是图腾龙族的狗腿子，还是图腾龙族的仆人？那白脸男子问。别看白脸男子嘴上不干净，可实际上他却并未轻视楚风，因为他刚刚的威压不仅是针对龙珊珊，也包括了楚风。可楚风却并未受到影响，他已经知道楚风不是简单的角色，至少修为不在他之下。我不管你什么身份，但我告诉你，
我图腾凤族既然现身，就是因为我图腾凤族到了该现身的时候，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那白脸男子对楚风威胁道。楚风并未说话，而他的沉默则让三人相视一眼之后放声大笑。他们将楚风的沉默默认为是妥协与认怂的表现，于是那名白脸男子便再度出手，一把抓住了龙珊珊的衣衫。可下一刻，鲜血喷溅，那白脸男子顿时瞪圆了双眼，他那触碰到龙珊珊的手已被斩断。三人皆是同一时间望向楚风，一脸的难以置信，因为楚风手持一把结界长剑，正是那把结界长剑斩断了白脸男子的手。图腾凤族的白脸男子看着楚风的目光从难以置信很快变成了杀机毕露，他没想到楚风会出手，而他的身份、他的尊严、他的修为更是无法忍受被楚风斩断一只手。你找死！其另一只手挥动，一把特殊尊兵长鞭浮现而出，且与此同时气焰涌动，眼眸变化，修为也是随之提升。当其修为从3品半神提升到了5品半神之后，便立刻挥动手中长鞭向楚风甩来，这一击就是要楚风的命。然而他手中的长鞭还未落下，便发出一声惨叫。定睛一看，莫说图腾凤族另外2人，就连龙珊珊都惊住了。那名男子的尊兵长鞭飞了出去，是连带着他那条手臂也一同飞出去的。楚风只是一剑便斩断了他的手臂，虽可将修为提升到5品半神，但修为如此不稳，应该服用了不少宝贝吧。楚风看着那名白脸男子，目光尽显轻蔑，用宝物堆积而来的修为，在楚风面前自然不堪一击。大胆！你敢伤他？你知道他是谁吗？此时，其中一名男子指着楚风怒斥起来，可一道剑气掠过，那位说话之人便伸手一触，楚风没有废话，直接将其斩杀。你疯了吗？另外一名男子本来也是满脸怒容，本也想怒斥楚风，可此时却被楚风的举动吓到了，陷入了想骂楚风又不敢骂楚风的尴尬境地。可楚风手中结界长剑一挥，又是一道剑气掠出，那位的表情还来不及变化，便如同先前那位一般，也是伸手一触。妈的，疯子！此刻那位白脸男子也顾不得伤势，更是没了之前的满脸杀气，转身便要跑。可只见楚风手中的结界长剑再度挥动，剑气再度掠出，那白脸男子便也倒在了这剑气之下。尽管男子将修为提升到5品半神，可在楚风面前却毫无还手之力，与那2名男子几乎没有差别。当然，就如楚风所说，他本身就弱，何况楚风战力又强，斩杀3人。楚风大袖一挥，3人本源被吸，肉身被毁，而他们身上的所有宝物则直接落入楚风的乾坤袋之中。这毁尸灭迹的手段是如此的轻车熟路，看得龙珊珊都是一愣。而当他再度看向楚风，顿时心中一紧，他在楚风眼中看到了寒意。当然，楚风并没有对他出手，并且已经收起了那结界长剑，这事和你也有关系，你应该不会说出去吧？楚风问。当然不会说出去，我龙珊珊对天发誓，绝对不会说出去的，我保证任何人都不会告诉，就当做没发生过。龙珊珊为了让楚风相信，竟然还真的举起了小手发誓，这个样子倒是有点可爱。但楚风没再说话，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墙壁，继续观察起来。楚风少侠，多谢你了，这些图腾凤族的人太丧心病狂了，竟敢对我出手，若不是你，我恐怕今日要在劫难逃。龙珊珊对楚风感谢道。不用谢我楚风并不是因为你，他们既决定对你出手，也知道我与图腾龙族相识，我必然已在杀人灭口的范围之内，我出不出手，他们都会对我出手，这才是我出手的原因。楚风冷漠地看了龙珊珊一眼，那冷漠的眼神好像在极力撇清与龙珊珊的关系。可这样冷漠的楚风不仅没有让龙珊珊觉得难受，反而让他心底升起了一抹特殊的感觉，那抿起的小嘴不是委屈，反而是莫名的羞涩。楚风快看，那丫头看你眼神变了，哈哈，她好像喜欢上你了。这大家族的丫头是不是有被虐倾向啊？你可是狠狠地揍过她啊！女王大人哈哈大笑起来，她觉得很好玩，娇生惯养习惯了，心有叛逆吧？楚风无所谓的道，因为他很清楚，无论这龙珊珊如何，他是绝对不会喜欢这个龙珊珊的。楚风少侠，你一直盯着这墙壁，难道这上面也有什么内容吗？一阵香气袭来，是龙珊珊凑到了身旁，很近，肩膀已经贴在了楚风肩膀身上。这丫头故意的。楚风向旁边移动了一下，那龙珊珊也不介意，反而露出了一抹颇为得意的笑容。怎么了？楚风怎么还怂了？你不是一直以来信奉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道理吗？这送上门的还不要啊？这丫头长得还行啊。女王大人调侃道。拜托我的女王大人，我也是挑食的好吗？何况天天看着你这张脸，我现在的品味那可是杠杠的，这种长相的我咋可能看得上？楚风笑嘻嘻的道，与对龙珊珊的冷漠简直判若两人。切！女王大人撇了撇嘴，可嘴角却不由上扬。接下来楚风认真观察，而那龙珊珊倒也变得乖巧，站在一旁不再多问，就静静的陪着楚风。终于楚风将所有内容掌握，这才看向了龙珊珊。刚刚的水中你可有领悟什么？领悟？我倒是察觉到那水中好像藏着什么，但是我心烦意乱，根本无法去用心观察。龙珊珊道，那此地的事情与你无关了，你服用一些耐痛的丹药。楚风说道。啊，现在吗？龙珊珊问。对，现在。楚风道。听闻此话，龙珊珊不敢再犹豫，赶忙拿出了2颗丹药，一颗自己服下，另一颗递给了楚风。我不用。但楚风却摇了摇头。楚风少侠，等一下，还有那种冲击吗？那种冲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龙珊珊又问。我猜测是淬炼。楚风道。起初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随着时间推移以及自己的观察，他已经有了猜测。淬炼吗？所以这其实是好处吗？龙珊珊恍然大悟，他之前可没想到那是淬炼，未必是好处。依我猜测，这是一种特殊的淬炼。经历这种淬炼，最终的结果是要承受一些东西，无论这最终承受的是好是坏，但你最好都要避开。你根本没有认真接受淬炼，只是随波逐流，自然承受能力极差。待淬炼结束，若有放弃机会，我劝你放弃。楚风说道。好，我听楚风少侠的，我会放弃。龙珊珊没有一丝迟疑，立刻应道。图腾凤族好像有点针对你们，你们有仇？楚风问。
这才是他想知道的。没有仇啊，其实以前关系还很好呢。龙珊珊道。而根据龙珊珊的讲述，楚风知道图腾凤族其实最早与图腾龙族乃是联盟关系，两个家族不仅配合默契，还有着诸多联合战斗的手段与大阵。可随着图腾凤族第一代族长死去，图腾凤族便开始与图腾龙族逐渐疏远，但也只是合作少了，仍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不过自从不再合作，也是图腾凤族与图腾龙族差距拉开的开始。伴随差距越来越大，图腾龙族不忍昔日如此要好的联盟势力逐渐落寞，还曾主动邀请图腾凤族继续合作，但却也被图腾凤族拒绝了。随着时间越来越久，两族关系来往越来越少，不和的传闻自然是不断。但实际上，图腾凤族消失之前，与图腾龙族都并没有交恶的迹象，哪怕小辈相遇，也都是和谐相处。这自然与长辈的教导有关。可这一次，图腾凤族再度出现，却与之前全然不同了。的确是对图腾龙族充斥着些许敌意，不仅是对图腾龙族，那嚣张跋扈的样子，可不像是从前的图腾凤族会做出的事。不过楚风少侠，你不用怕他们，图腾凤族当年便不如我图腾龙族，现在更是不如。龙珊珊对楚风道。楚风微微一笑，他根本不怕图腾凤族，只是想更多的了解一下图腾凤族而已。就在此时，如猛兽咆哮的声音自远处传来，并且正以极快的速度向楚风二人的方向靠近。楚风少侠，听到这个声音，龙珊珊顿时慌了起来，下意识的便抓住了楚风的胳膊，做好心理准备，新一轮的淬炼来了。楚风说道。果不其然，很快红光伴随热浪出现，是滔天的火焰席卷而来。那火焰速度太快，当楚风二人看到那火焰的下一刻，那火焰便已将楚风二人吞没，炙热的灼烧感立刻席卷全身。那龙珊珊更是疼得滋哇乱叫。不过楚风能够注意到，龙珊珊虽然面容极为痛苦，但容貌以及衣衫都没有被那火焰所焚毁，与之前的风与水一样，他们能感受到的只有痛觉与折磨，但这力量并不会真的璀璨他们的肉身。忍住，这只是淬炼，不会取你性命。楚风对龙珊珊道。听到楚风的话后，龙珊珊竟真的咬紧牙关，不再乱喊。尽管那皱着的小脸仍能看出她很痛苦，但她真的强忍了下来。楚风，这真的是淬炼吗？女王大人问。如果之前还不确定，那么现在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淬炼。楚风以确定的口吻说道。不是可以提升修为以及自身力量的淬炼。女王大人问。暂时没有感受到一丁点好处，所以这淬炼很诡异。不管了，走一步看一步。楚风说道。此时吆喝之外可谓乱作一团，许多人都在议论纷纷，且不少人已是面露焦急之色。吆喝内的情况外人并不知晓，但是时间却已经过去了足足10个时辰，这已经超出了吆喝以往开启的时间。以往吆喝开启最久也就是2个时辰，甚至大多数1个时辰之后，所有进入的人都会被强行送出来。10个时辰，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所以那些自家势力之中有小辈进入的人们，自然都开始担心起来。吆喝真人咋回事啊？这吆喝怎么还不打开？真的不是出现什么差池了吗？此时有人询问起来，实际上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人多次询问了。无碍无碍，这都是正常现象。吆喝真人道。吆喝真人，您确定这吆喝还在您的掌控之中吗？终于有人发出了质疑，他们之前就有怀疑过，此次吆喝开启可能不是吆喝真人的掌控，而现在更加怀疑了。只是这种质疑刚刚提出，那吆喝真人的脸色便立刻变得不悦。诸位，进入吆喝可都是你们自行的决定，本真人可从未说过进入吆喝之内就只有好处没有凶险的。时间长一点就担心起来了。那他们进入之前怎么不劝一劝呢？还真以为天下间有免费掉馅饼这种好事不成？吆喝真人的语气也充满了不悦。见此情形，众人也是不敢言语。抛开其他的不谈，吆喝真人的实力可是不弱，更何况吆喝真人所言也是有些道理的。当年吆喝真人携带吆喝横空出世，在吆喝开启的时候，吆喝真人的确曾提示过，进入其中凶险难料。那个时候敢踏入吆喝的都是胆大之人，而后面得知进入其中不仅没有什么凶险，反而会得到好处之后，便越来越多的人踏入，后面更是所有人都默认为进入吆喝之内根本不会有什么风险，最多是得不到好处罢了，所以才会这样肆无忌惮地进入其中。可忽然空间一阵颤动，吆喝真人竟消失不见了。见此情形，人们还以为是吆喝真人生气了，不想再理会众人，所以干脆起来了。可实际上吆喝真人是被人强行抓走的。此时吆喝真人来到了图腾龙族战船之上，何人如此没有礼貌，竟不打招呼，强行将本真人掳到此地，忽然间被抓到这里。吆喝真人的第一反应便是大怒。龙图腾族长大人。可是下一刻吆喝真人便怂了，不仅是图腾龙族众强者聚集于此，就连图腾龙族族长也站在他的面前。吆喝真人虽然实力不凡，可是图腾龙族族长何许人也？其乃当今浩瀚修武界最强几位之一，自然不是他能招惹的。吆喝真人真是好大的脾气啊！图腾龙族族长淡淡的笑道。图腾族长大人见笑了，老夫不知是您啊。吆喝真人一脸的殷勤陪笑，就连自己的称呼都改了。吆喝真人，你说实话，这吆喝是否超出你的掌控了？图腾龙族族长说话间，也是将目光投向了吆喝所在的位置。吆喝真人察觉不对，不由问道：族长大人，刚刚吆喝开启，莫非也有图腾龙族的少爷小姐们进入其中了吗？我族顶尖小辈皆踏入其中，包括程宇以及木西。图腾灵族族长道，他之所以将吆喝真人强行抓过来，就是担心龙城与他们，所以想询问经过啊。听闻此话，吆喝真人的脸色顿时不淡定了。看到吆喝真人这个反应，在场的图腾龙族诸多高手也都慌了。那进入吆喝之内的，可都是他图腾龙族的未来啊！尤其在这神之时代，那些天才才是他图腾龙族真正的底牌。真的超出掌控了吗？就连图腾龙族族长也不如先前那般风轻云淡了。族长大人，这件事情老夫不敢瞒你。按理来说，吆喝并没有到开启的时间，甚至吆喝来此
也并非我来催动，他是自己来的。吆喝早就脱离我的掌控了。吆喝真人道：为何会如此？可知缘由？图腾龙族族长问。不知缘由。吆喝真人道：那能否强行打开？图腾龙族族长又问。打不开的。吆喝真人道：这吆喝不是你祖传之物吗？你连强行开启的方法都没有。图腾龙族族长问道。的确是祖传之物，但我族族人一直无法掌控，而是一直用血脉淬炼吆喝，唯有到我这一代才算勉强掌握了吆喝，但掌握的也只是皮毛。可以这样说，为了淬炼这吆喝，我族牺牲了不知多少前辈的前程，可至今为止，我族还未曾在吆喝身上获得好处，反而便宜了不少外来之人。族长大人，我真不知道吆喝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也打不开。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吆喝应该到达了一个特别的时期，只是我无法确定是好是坏。吆喝真人说话间，取出了一个罗盘，看到罗盘那一刻，图腾龙族在场的所有人神情都有了些许变化。这个罗盘分为6个区域，5个区域在外，形成罗盘的外圈，1个区域在中间，外圈5个区域中有2个是空白，而另外3个则分别出现了风、水、火3种图案。那图案乍一看是静止，但若仔细看来，竟是栩栩如生。这是什么？图腾龙族族长问。他只是一眼就看出罗盘的不简单，并且罗盘有着与吆喝相同的气息，乃是一件古老的宝物。此物与吆喝相连，之前一直都是空白的，可就在今日接连出现了这3种图案。我猜测很快还会出现其他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老夫也无法确定。我猜测这可能是某种试炼，一场特殊的试炼。吆喝真人道：试炼吗？听闻此话，图腾龙族众人若有所思。若是特殊的试炼，那似乎也就能够解释此次吆喝开启的异常现象了。就在此时，那罗盘外圈之上又一个空白区域浮现出了图案，乃是雷电。族长大人，能否强行开启吆喝？图腾龙族的长老们纷纷看向图腾龙族族长，他们察觉事情不对，仍很担心龙城与他们的安危。图腾龙族族长看向吆喝，叹道：那吆喝可没那么简单，顺其自然吧。这一句顺其自然就已是给出回答，他早就观察过了，那吆喝不是那么容易强行开启的，倘若真的强行开启，他也无法确保身在其中之人的安全，而既是试炼便是机遇，与其强行将人救出来，还不如让他们接受命运的安排。而见族长都这样说了，图腾龙族的其他人就算再担心，却也只能在此等候。吆喝之内，楚风等人正遭受雷电的攻击，雷电过后又平静了一段时间，而在此期间，墙壁之上又出现了那些光芒。楚风自然也是认真观察。楚风少侠，接下来还有那折磨人的淬炼吗？龙珊珊问。还有。楚风道。好。听闻此话，龙珊珊则是立刻又取出了一颗缓解疼痛的丹药，吞服了下去，为即将来到的淬炼做准备。先前与楚风一同经历了火焰与雷电的淬炼之后，他已经非常坚信楚风的判断。服用丹药之后，龙珊珊又凑了上来，指着墙壁上的光芒问道：楚风少侠，这到底是什么啊？是功法，淬炼的功法，可能与接下来的淬炼有关，但是你很难掌握。楚风倒也没有隐瞒，直接说道：因为每一轮淬炼之后，墙壁之上浮现的光芒都不相同。楚风起初就意识到这是一套特殊的功法，而此时楚风已经将完整的功法掌握。楚风觉得这对于后面的事情应该是会有帮助的，所以不仅会告诉龙珊珊，如果有机会遇到龙城与他们，自然也会告诉龙城与他们。甚至楚风已经专门想到了一个方法。楚风少侠，你可别小看人，虽然我的天赋不如你，但是也不差，在很多人眼中，我也是万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呢。龙珊珊有些不服气的撅起了小嘴。是吗？那你能看出这墙壁是什么内容吗？楚风问。龙珊珊不知如何应答，只得撒娇的道：哎呀，楚风少侠，你这不就是难为人了吗？人家都说了，人家的天赋不如你了吗？见龙珊珊如此，楚风则是笑了笑，随后只见楚风手指对着龙珊珊的额头轻轻一点，一套功法便传入了龙珊珊的脑海之中。这是楚风改良过的功法，对于龙珊珊他们这种级别的天才来说，应该也是能够掌握的。虽不如完整的功法，甚至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最起码也是会有一些作用的。这就是楚风为图腾龙族族人准备的方法，这是我改良过的功法，你看看你能掌握吗？楚风直接道：这是改良过的吗？龙珊珊睁大眼睛。楚风点头确定能掌握，不过需要一些时间。龙珊珊这个回答已经证明了一件事，哪怕是楚风改良过的简易的功法，对于他来说掌握也并不容易。那你尽量掌握，也许用得到。楚风道。忽然阵阵轰鸣又自长廊深处传来，来了，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楚风望着轰鸣传来的方向，眼中没有担忧，反而有着一抹期待。他很想知道这吆喝内多重淬炼到底为的是什么，而这答案多半就是在这一次淬炼之后揭晓。脚下颤动之际，终于看到了那袭来之物，是尘土，滔天的尘土封锁住了长廊，且很快便将楚风与龙珊珊吞没。深陷尘土之中，楚风二人依旧只能随波逐流，并且这尘土封锁住了视线与声音，哪怕明知道龙珊珊就在附近，可却也根本看不到龙珊珊，也听不到龙珊珊的声音。这一次的淬炼与之前不同，不是从体外感受到的痛楚，而是从体内，是从灵魂深处，那是一种十分憋闷的感觉，仿佛自己的灵魂会被硬生生的挤压到了极限。但只是对于常人，对于楚风而言，甚至可以用面无表情来形容，这就是楚风最强的地方。一次又一次的经历，让楚风练就异于常人的超强毅力，不是不痛，不是不难受，而是楚风强大的毅力让他可以承受。这次淬炼的时间比之前要快上不少。当淬炼结束，那尘土消散之后，楚风发现他来到了一座大殿之中。这座大殿呈圆形，且中间有着一座圆形高台，眼下这高台之上有着诸多身影，不仅是龙城宇、龙木溪等熟悉的身影，图腾凤族以及先前最初踏入吆喝之时所遇到的所有人几乎都在这里，只不过眼下大半人都已是昏迷状态。那保持清醒的人之中，也有许多非常的憔悴与虚弱，并不身体上的虚弱，他们身体完好无损，纯粹是精神上的虚弱与萎靡。楚风看了一眼龙城宇与龙木溪，
发现他们状态很好后，倒也是放下心来。同时，龙成宇以及龙木西等人也在观察楚风，发现楚风安然无恙，也是露出安心的笑容。而众人还没来得及交谈，便有一道光芒从大殿顶端落下，笼罩了整个高台。那光芒落下，众人只感觉神清气爽，哪怕楚风也觉得思绪免得异常敏捷。那些精神萎靡的人状态开始恢复，就连那些昏迷之人也纷纷清醒。治疗之力，极为强大的治疗之力，只是这治疗之力就已经证明了这妖鹤内蕴藏着多么强大的力量。可治疗之力刚刚消散，紧接着又有一道光芒落下，笼罩高台，乃是传送之力。那些昏迷之人以及状态不好之人全部被传送到了高台之下，莫名其妙的被传下高台。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便是御空而起，想要回到高台，毕竟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高台之上是会有好处的，可却发现有无形的结界屏障拦住了他们，他们已是无法回到高台。见状，楚风试着将手伸到超出高台的范围，发现可以自由伸出，没有任何阻碍。那无形的结界屏障是针对此时高台之外之人的，很显然那些人已经被淘汰了。但若是楚风他们想离开高台，也是可以随时离开的。就在此时，高台之上开始出现变化，是图案。那图案出现之后又很快消失，起初图案面积很小，但在一消一时间，那图案变得越来越大。见此情形，高台之上的人都变得兴奋起来，他们都看得出来，这像是一种时间倒数的设定。想必那图案充斥整座高台之际，他们所期待的事情就会发生，那自然就是这妖鹤内的好处。以往的妖鹤都会有着诸多好处，此次如此特别，那好处自然更是超越以往。可就在此时，一道声音的响起，打破了众人期待的氛围。楚风少侠，我要现在弃权吗？是龙闪闪。他还记得楚风之前对他的提醒，楚风判断那风、水、火、雷、土等力量都是淬炼，这淬炼就是最终要让他们承受一些东西，而无论那东西是好是坏，因为龙闪闪并未认真接受淬炼，所以可能承受不住。因此楚风劝他放弃，所以此刻一双大眼睛盯着楚风，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待楚风的一声令下了。若要放弃，便是现在。楚风说道。而楚风此话一出，那龙闪闪更是毫不犹豫，一个转身便跳下了高台。这一幕莫说看得外人一脸懵，就连图腾龙族的人也是一脸懵。这丫头还挺听话，看到龙闪闪直接放弃，女王大人笑了笑。而此时龙成宇等人则是一脸不解地看着楚风，面对众人不解的目光，楚风也是直接开口：诸位，根据我的观察，之前我们经历的风、水、火、雷、土等冲击乃是一场特殊淬炼。楚风将自己之前的观察以及让龙闪闪放弃的理由也告知了在场的所有人。只是此话一出，除了图腾龙族的人外，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便是不信。哪怕图腾龙族之内也有一些人是不信的，哪来的无名小辈竟敢在此大言不惭？这妖鹤之内只有好处，可从未听说过有那么严重的风险。依我看，你就是图腾龙族的帮凶，想以此方式让我们放弃，从而独吞这好处吧。图腾凤族的凤天圣更是冷冷地看向楚风，而凤天圣的姐姐凤九月则是不屑一笑。可此时一道声音的响起，却让他们的脸色忽然变得不自然起来。你们是不是忘记，本少爷已经剥削了你们留在此地的资格？是龙成宇。龙成宇，我劝你不要太过分，这里可并不是你图腾龙族的领地。凤天圣对龙成宇说道。我就过分了，你们又能如何？龙成宇说话间就准备出手。成宇兄，他们想留便让他们留下。可此时楚风却忽然开口，龙成宇也立刻明白了楚风的意思，便没有强行将图腾凤族之人驱赶下去。该说的我已经说过了，是否留下全凭大家意愿。楚风此话身形一转，他竟也离开了那高台。楚风，你也放弃啊？莫说旁人，就连女王大人都惊了。楚风承受了那么多，最终竟然选择放弃。但这高台之上的图案与阵法相连，我察觉到阵法很是厉害，且很是诡异，所以我不想掺和了。楚风说道。好，女王大人表示赞同。楚风可不是贪生怕死之人，相反，富贵险中求才是楚风的行事标准，所以能够让他选择放弃，那足以证明此地的确很是凶险。木西小姐，你……就在此时，图腾龙族众小辈纷纷发出惊呼，因为龙木西竟紧随楚风选择了放弃，他此举已经表明了他对楚风有多么的信任。木西小姐，难道说他是那个龙木西吗？他竟也放弃了。外人也是议论纷纷，就连图腾凤族的凤天圣以及凤九月也是认真打量起龙木西。他们之前也并未见过龙木西真容，可早就听闻过龙木西的大名，那可是图腾龙族曾经的最强天才啊！他竟然也放弃了，那这好像就不像是吓唬人的了。刚刚楚风的话，想必大家也都听到了。楚风的本事，相信你们也都知道。若要放弃，最好趁现在。当然，若要选择留下，那便后果自负了。至于我，倒不是不相信楚风兄弟，但我想试一试。龙成宇对众人说道。而他此话一出，顿时有许多图腾龙族之人选择飞落而下。转眼间，留在高台之上的图腾龙族族人竟不足半数，甚至在图腾龙族这些族人的带动下，就连一些外人也是选择放弃。但有一伙人没有放弃，那便是图腾凤族的人，他们没有一个人选择离开高台。见状，楚风大袖一挥，顿时无数光点飞向高台，分别飞向留在高台之上的图腾龙族的之人。与此同时，楚风的暗中传音也是随之响起，那是我从此地所领悟的功法，它的具体作用我也不清楚，等一下若是那力量难以承受，你们可以尝试运转这功法，看看能否减轻痛楚。听到楚风说完，以龙成宇为首的许多人都开始尝试领悟那功法，只是看众人的表情就知道，尽管这是楚风改过的简易版，但能够在短时间内领悟的却也是极少数。不过对于龙成宇而言，显然这并不是问题。而在楚风等人交谈期间，那高台之上的变化并未停止，很快
那图案便覆盖了整座高台。这一刻，一道极为恐怖的尖叫自那高台之上传来，与此同时，血红色的光芒也是自高台倒射而出。与此同时，肉眼可见的黑色气焰也是自那高台之上掠出，且钻入高台之上众人的身体。下一刻，阵阵惨叫不断响起，就连龙成宇等人也面露艰难之色。那些人终于意识到，楚风没有说谎。当那黑色气焰钻入体内之后，他们已经知道那是多么恐怖的力量，那种感觉就像是要将他们的灵魂硬生生的撕裂一般。许多人开始想要逃离，可却发现先前还可以随时离开的高台竟出现了无形屏障，将他们封在了其中。就连高台之上的人此时也无法离开了，他们只能任由黑色气焰钻入体内，然后撕心裂肺的哀嚎。此时的高台在那红光的映衬下，以及黑色气焰的包裹下，简直宛如炼狱一般恐怖。可恶！起初龙成宇等人还能支撑，但是很快龙成宇也是面露艰难之色，他也想要逃离，可却发现根本不行，哪怕动用武力也是不行。见此情形，高台之外之人的第一反应便是庆幸。被淘汰的人庆幸自己被淘汰，而主动离开的人则是庆幸他们相信了楚风，因为任凭是谁都看得出来，此时的高台究竟有多凶险，连那些天才都承受不住，就别说他们了。忽然一道身影御空而起，乃是龙木兮。不管平时如何冷漠，可真的见到龙成宇遭遇危险，他却第一时间动身了。他来到高台之上，丢出一道锁链，直奔高台之内的龙成宇。可锁链刚刚靠近高塔，便火花四溅，他丢出的锁链被直接弹了出去，锁链也被那无形屏障挡住了。见此情形，龙木兮并未犹豫，而是靠近高台。他应该是想看看他能否进入高台，若是可以，这样也许可以顺势将龙成宇拽出来。可原本缓慢前行的他，忽然快速的进入了高台之内，龙木兮也被困在了其中。是犀利吗？女王大人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已经看出了一些端倪。龙木兮不像是自己进去的，更像是被吸力拽进去的。是，那高台之内有吸力，外面的人若靠近，便会被强行吸入其中。楚风说道：“楚风，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成宇少爷和木兮小姐他们。”此时，图腾龙族的许多人焦急万分地看向楚风，他们觉得这个时候只有楚风有这个能力救出图腾龙族的天才们了。蛋，我若要进去，你不会怪我吧？楚风问。说这话，本女王像是贪生怕死之人吗？去便是，女王大人道。而他话音刚落，楚风便御空而起，进入了高台之内。但楚风与龙木兮不同，龙木兮是被高台内的吸力拽进去的，可楚风则是自己直接飞进去的。楚风知道从外面是没有办法的，若想救人，只能从内部解决。如何解决？自然是解决掉这诡异的黑色气焰。进入其中，楚风能感觉到为何连龙成宇都会面露痛楚了，甚至他脸上的痛苦比凤天圣以及凤九月还严重。停止运转，我给你们的功法。那功法不对。楚风对龙成宇等人说道。的确，龙成宇察觉到此地力量恐怖之后，便立刻运转楚风教他的功法。他也是几乎在场之中唯一一个能够如此快速掌握那功法之人，但那功法对他并未有帮助，反而越发痛楚。他起初以为是此地气焰越发强烈，倒是丝毫没有怀疑那功法。但当楚风提醒之后，他也是听话的停止运转功法，这才发现停止运转功法之后，那痛楚竟真的减缓了许多。见此情形，图腾龙族其他人也不敢再运转那功法。楚风，怎么回事啊？是那功法运用的不对吗？龙成宇问。不是，这功法不是用来缓解那力量的，而是吸收那力量的。楚风说道。啊，竟然还有这种作用。龙成宇也终于明白为何他运转功法反而越发痛苦了。胡扯，你在撒谎。可此时却有一道充斥着愤怒与质疑的声音响起，对楚风怒斥之人乃是图腾凤族的天才界灵师凤九月。我不知道你说的功法究竟是什么，但看你的样子，可并没有受到此地力量之侵扰，你必然知晓减轻负担的方法。凤九月对楚风说道。众人已被黑色气焰侵扰的痛苦不堪，凤九月不说，他们还真没注意楚风。可是凤九月的提醒之下，他们也是发现，相比于他们那悲痛欲绝的模样，同在高台之上的楚风简直可以用面无表情来形容。身在此地，楚风好像真的不受黑色气焰所侵扰，可是那黑色气焰却也明明在不断进入楚风体内啊！楚风，你真的知道其他方法吗？此时莫说旁人，就连图腾龙族之人也是进行询问，他们都觉得楚风能够如此轻描淡写的站在这里，必然是知道减缓痛楚的方法。可还不待楚风说话，龙成宇便立刻开口：你们有什么不解的？楚风兄弟不是已经说过了，之前我们所经历的几重力量乃是淬炼，那淬炼就是让我们承受此时的力量的，他能安然无恙，必然是因为他淬炼的比较到位。你们扪心自问，有谁完整的接受了那淬炼？甚至楚风不说，你们根本都不知道那是淬炼。龙成宇的声音中是对着些许怒意的，是在对众人如此质问楚风而感到愤怒。成宇兄，木兮姑娘，我必须澄清一件事，我也不知道这黑色气焰究竟是什么，它可能索命的东西，但也是可能是莫大的好处。你们可以选择继续承受，但若承受不住，便告诉我，我应该可以帮到你们。只是我若出手，无论此地的力量是好是坏，便都将与你们无关了。楚风直接看向龙成宇以及龙木兮，他来到这高台之上，主要就是为了解救这两位，顺带解救图腾龙族的其他人，所以他只需要征得这两位的同意即可。楚风，你说帮我们的方法，该不会是运用那功法，将此地力量全部吸入你的体内，你一个人来承受这一切吧？龙木兮有些担心。是，不过我接受的淬炼较为完整，所以我应该可以承受得住。楚风说道。不行，你本来已经放弃了，此地之事本就与你无关，既然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就让我们自行来承担这一切。龙木兮坚定地说道。他是不希望楚风冒险，因为他能感受到那黑色气焰有多恐怖。楚风一个人承受所有，这就算是铁人也不行，那简直就是用自己的命换其他人的命。楚风，我姐说的对，这是我们的选择，需要我们自行承担。龙成宇也是说道。见二人执意如此，楚风则是在高台内认真观察，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法能够帮他们脱离此地。但是一番观察之后，楚风却是毫无收获。可随着时间流逝，高台内之上那诡异的叫声也是越来越刺耳，那
暗黑气焰也是越来越多。很快，龙成宇和龙木西的脸色也都开始难看起来，其他人更是开始站都站不住，一个个躺在地上，浑身抽搐，甚至有人的气息都开始非常薄弱。这样下去必死无疑。少主，我快撑不住了，若是楚风少侠能救我们，就请让他出手吧。这种情况下，有图腾龙族的人向龙成宇进行祈求，之所以没有求楚风，是他们知道只有龙成宇或者龙木西开口，楚风才会真的帮忙。这位少侠，你救救我们吧！若真能救我，我愿将我身上的所有宝物给你。与此同时，其他与楚风不熟的人也是纷纷开口求助，甚至为表诚意，更是直接将乾坤袋取了下来。他们起初并不相信楚风的，可是事到如今，楚风的判断不仅正确，相比于其他人，楚风仍是面不改色，这都已证明楚风是有真本事的。但他们也知道萍水相逢，楚风没有帮他们的道理，所以纷纷将乾坤袋摘下，以表态度。成宇兄，还撑得住吗？楚风看向龙成宇，楚风兄弟，我还撑得住。龙成宇强挤出来了一抹笑容，可笑的却是极其不自然。龙成宇此时很纠结，他自己的确还能支撑，可图腾龙族的许多人却已撑不住了。可他也知道，楚风的方法就是代替其他人承受痛楚，这对楚风而言很不公平，并且不用想也知道，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他陷入两难之地，而楚风看出了他的为难，于是楚风将目光投向那些素不相识之人，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若你们真愿意拿出报酬，我愿意出手一试，不敢说保你们安然离开，但最起码你们不用再受那黑焰之苦。楚风说道，这位少侠，你愿出手就行啊。许多人直接将自己的乾坤袋丢向了楚风，而楚风将那些丢过来的宝物收下后，便也不废话，直接运转功法。这功法运转，没收高台，整座大殿都是一颤。随后，楚风身上浮现耀眼的白色光芒，此时的他宛如黑夜之中的一把火把，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楚风手中法诀变化，那白色光芒便以符咒状自楚风体内释放而出，只不过那光芒只是覆盖住了图腾龙族以及那些给楚风提供好处之人，但光芒仿佛具有吸力，凡是覆盖之地，那黑色气焰都会被光芒吸走，从而掠向楚风。黑色气焰离开体内，那些人的情况也立刻好转。这位少侠，也救救我，也救救我吧！见状，越来越多的人将乾坤袋取下丢向楚风，甚至有人直接将尊兵以及身上的宝物都取下丢向楚风。毕竟之前还不确定的话，现在几乎可以确定，楚风完全是有能力救他们的。别急，我楚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只要愿意出钱，我楚风必然会帮。楚风也是言出必行，那些拿出宝物孝敬他的，楚风都会运转功法帮他们分担黑色气焰。不，那不是分担，而是将原本进入那些人体内的黑色气焰全部吸入了自己的体内。这位公子，也帮帮我吧！终于，就连图腾凤族的人也是将宝物丢向楚风，可那丢过来的宝物却被楚风直接挡下。图腾凤族这么小气？楚风问。这位公子，我们拿出来的宝物可不比他们的价值低呀。图腾凤族之人解释道。他们什么身份？你们什么身份？不行，你们得加倍。楚风说道。你这是宰我们？凤天圣怒声问道。说的没错，就是宰你们。现在不是加倍的问题了，把你们的乾坤袋全部拿出来，且每人至少一件尊兵，如若不然，你们就自生自灭吧。楚风说道。凤天圣更加恼怒，本想对着楚风发火，可一只手却按住了他，是凤九月。凤九月制止了其凤天圣后，便直接将一个乾坤袋丢向了楚风。楚风查探，里面不仅有2把品质极佳的尊兵，还有着诸多价值不菲的宝物。而在凤九月出手之后，图腾凤族的其他人也是纷纷出手，果然每个人都将乾坤袋直接交出，且其中至少有1件尊兵。看来你姐姐比你聪明。楚风微微一笑，而在其谈笑间，那阵法的光芒便覆盖了整座高台。此时高台之上，黑白2种力量交织，那场面竟有种诡异的壮观美感。随后楚风深吸一口气，便闭上眼眸，咬紧牙关。紧接着楚风手中的功法法诀随之变化，下一刻那高台之上的黑色气焰以先前数百倍的威势喷涌而出，那等场面简直就如同火山喷发。可那喷发的并不是岩浆，而是令每个天才都闻风丧胆的黑色气焰。眼下喷涌的黑色气焰对于许多天才而言可都是致命的，可眼下高台之上的所有黑色气焰却是向同一个人汇集而去，偏偏这个人竟连一声惨叫都没有发出，甚至表情只是稍微有些痛苦，还远没有到狰狞地步。如此恐怖的黑色气焰汇集于身，楚风竟硬生生的抗了下来。这样的一幕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震撼无比。正因知道那黑色气焰的恐怖，所以也知道楚风的恐怖。这家伙是怪物吗？一句脱口而出，而说这话的人竟是先前最趾高气扬的凤天圣，哪怕是他也被此时的楚风吓到了。楚风感觉怎么样？能承受得住吗？女王大人对楚风问道。他很是担心。没事，能承受。楚风说道。他倒是没有说谎，虽说此时那暗黑气焰进入体内的确带来了不小的痛楚，但是这种痛楚是楚风能够承受的范围。相比于这种痛楚，倒是有一种奇特的感觉，那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终于高台之上的暗黑气焰停止释放，楚风也是睁开了眼眸。众人能够感觉到那封锁高台的无形屏障好像消失了，于是纷纷飞跃而下，赶忙离开这座高台，生怕再出现什么茬子。就连图腾龙族的人也不例外，但却有少数人留在了高台之上，其中也包括龙成宇和龙木西等人，甚至原本在高台之下的龙善善等人更是飞掠而起，来到了楚风身旁。他们都是担心楚风的人。楚风，你怎么样？这些人皆是一脸关切地看着楚风。没事，楚风说道。真的假的？你可别骗我呀！龙成宇不太相信，一把抓住楚风的手腕，观察起楚风的状态。而一番观察之后，他惊愕地发现，楚风的状态虽然有些紊乱，但却并不虚弱。楚风他好像真的没什么事，现在信了？楚风笑着问道。我擦，
楚风，你是怪物吗？那么点的黑色气焰，我都快承受不住了。结果那么多的黑色气焰进入你的体内，你居然啥事都没有啊！我说兄弟，你能不能别这么变态？你这样的话，让我怀疑我还配不配背负天才的名号了。龙成宇张着大嘴看着楚风，他脸上那夸张的震惊，却也正是极大的夸赞。我只是比较擅长结界之术，提前看穿了。那是淬炼，接受的淬炼较为完整，所以承受能力才会更强。楚风说道：“话不能这么说吧？图腾凤族的那个女的，结界之术不也不错吗？我看她刚才还不如我呢。”龙成宇此话一出，图腾凤族众人的脸色都很不好看。傻子都知道龙成宇说的就是凤九月，可是偏偏对于这般态度的龙成宇，他们却是无可奈何。讲理吧，他们也的确没理，因为刚刚凤九月的表现的确不如龙成宇，就别说与楚风比了。至于武力，那他们早就是过了。结果就是被龙成宇镇压。正所谓成王败寇，龙成宇敢如此嚣张，也正是因为他是胜利者。楚风，那你可有得到什么好处？龙善善问道。而他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他们也都想知道楚风到底得到了怎样的好处。尤其是凤九月，他更是一双眼睛紧紧地凝视着楚风，甚至眼中有着奇异的光芒，那是一种特殊的观察之法。他非常想知道楚风到底获得了怎样的好处，毕竟这妖鹤对界灵师非常友善，平时界灵师进入其中都能获得好处，更何况这一次是这样的与众不同。按理来说，楚风将要获得的好处那是极为惊人的才对。我说啥好处也没有，你们信吗？楚风苦笑，不会吧？众人第一反应当然是不信，但我没骗你们，的确啥好处都没有。若是有好处，我刚刚为何放弃？楚风说道。楚风这样一说，众人反而觉得有些可信了。楚风之前的判断，事后都已证明他是正确的，证明他的观察力异于常人，并且他一开始的确是放弃了，是为了帮助龙成宇他们才返回到高台之上的。这种种都证明楚风不像是在说谎。奇了怪了，搞什么鬼？搞了这么大的阵仗，结果一点好处也没有。那妖鹤真人莫非是故意害我们的不成？龙成宇很是不悦，他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妖鹤真人搞的鬼，并且这一次的架势分明就是害人。难道说妖鹤真人故意布局，为的是要害死我们吗？刚刚那黑焰入体好像要将我炼化一般。天哪，这该不会是献祭阵法吧？我们差一点就被当作祭品，被献祭于此了。所以这是妖鹤真人的阴谋吗？龙成宇的话更是点醒了众人，一时之间大家都开始觉得他们可能是上当了，甚至有许多人都觉得献祭阵法这个说法非常靠谱。本来妖鹤真人就神神秘秘的，说他修炼魔功也并非没有可能，搞不好今日真的就是要拿他们献祭，以此来帮助妖鹤真人完成魔功。而就在众人猜测之际，这大殿一阵剧烈摇晃，随后墙体开始碎裂，紧接着周遭的一切都彻底崩塌。崩塌之后，人们发现他们已经脱离了妖鹤，已经回到了外面的世界之中，而脚下周围尽是碎裂的残片，是妖鹤。原本完整的妖鹤竟然碎裂了，化作无数碎片散落在地。他们能够确定那就是妖鹤，可原本是无上至宝的妖鹤化作碎片之后，这些碎片却是毫无价值可言。妖鹤居然碎了！妖鹤的碎裂不仅楚风等人感到诧异，就连外面的众人同样感到诧异。他们并不知道妖鹤之内发生了什么，一直在外面等候。可就在刚刚，妖鹤突然出现裂痕，紧接着便碎裂。碎裂之后，那些进入其中的小辈也是纷纷现身。发生了什么？怎么妖鹤碎了？不解的众位长辈纷纷飞掠而来，询问自家的小辈们。他们都觉得这些进入妖鹤的小辈们可能会知道事情的缘由，碎了才好，我们险些被那妖鹤真人害死。许多小辈满是怨气的说道：“什么？差点被妖鹤真人害死？这是什么意思啊？”在场众人听到此话，也是一脸糊涂。而那些小辈也是纷纷讲述起他们所经历的事情。献祭阵法吗？妖鹤真人竟然搞了个献祭阵法，要将你们献祭于其中，难怪他跑掉了。原来他竟做了如此卑劣之事。得知经过，众位长辈也是非常愤怒，尤其是自家有小辈进入妖鹤之内的人们更为愤怒。楚风呢？你们说的那个叫做楚风的小友呢？但同时也有许多人开始寻找起楚风。从那些小辈口中，他们已经得知图腾凤族重现，也知道了图腾龙族有龙成宇、龙木西等诸多天才来到了这里。但他们眼下最好奇的却是楚风，因为他们知道拯救了这些小辈的不是图腾凤族的天才，也不是图腾龙族的天才，而是一个叫做楚风的后辈。可以说是他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拯救了进入妖鹤内的所有小辈。只是一眼望去，此时他们却已经寻不见图腾龙族以及图腾凤族那些小辈的身影，同时也寻不见楚风，因为楚风他们脱离妖鹤之后便立刻隐藏身形，回到了图腾龙族的战船之上。至于图腾凤族的小辈们，也同样第一时间便隐藏身形，想必现在已经回到了他们图腾凤族的长辈身边。图腾凤族居然又出现了，战船之上，图腾龙族族长目光凝视着南方，他先前可是亲眼见到图腾凤族的小辈们了，因为提前锁定了那些小辈，所以哪怕小辈们隐藏了身形，也是难逃他的法眼。他能看到图腾凤族小辈向南方飞掠而去，很快进入了一道结界之中，那结界乃是价值不菲的宝物释放而出，哪怕图腾龙族族长也是看不透，甚至若不是跟随图腾凤族小辈目光而去，他都没有发现那里有着那样的结界。很显然，图腾凤族的高手们也都在那结界之后。父亲，可知妖鹤真人逃到哪里去了？去将他抓过来，他竟布下这种阵法坑害我们，若不是楚风，我们都死在里面了。龙成宇见到自己的父亲，第一时间便是告妖鹤真人的状。成宇，你能确定是妖鹤真人布下了献祭阵法，欲要利用你们修炼魔功？有没有可能这是一场特殊的试炼？图腾龙族族长问道。前面看起来的确像是试炼，可是最终什么好处都没有啊，这怎么可能会是试炼呢？龙成宇说道。楚风小友，你真的没有获得好处？我倒不是不信任楚风小友，只是会不会是有疏忽的地方？图腾龙族族长问道。我有认真观察过，但的确观察不到什么好处，至少暂时没有观察到
楚风说道：“父亲，楚风兄弟绝对不会说谎的，必然是那妖鹤真人搞的鬼，你去将他抓过来，咱们审问一下不就知道了。”龙成宇说道：“你们随我来。”图腾龙族族长说话间向战船之内走去。见状，楚风等一行人也是跟了过去。当来到一间屋子后，这里面有着多位图腾龙族邀请来的客卿长老，他们都是具备强大的结界之术，而现在他们在合力为一个人疗伤。看到那个人，楚风等人都是颇感意外，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妖鹤真人，并且此时的妖鹤真人极为虚弱，就像是快要死了一般。妖鹤真人，他怎么在这啊？他怎么变成这个模样了？看到这样的妖鹤真人，就连龙成宇也是一脸的意外。在你们进入妖鹤内，迟迟没有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将妖鹤真人抓了过来，想要问问他是什么情况，但他却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他说妖鹤早就脱离了他的掌控，他甚至不知道妖鹤为何会来到此地，也不知道妖鹤为何会开启。图腾龙族族长说道。图腾龙族族长此话一出，楚风等人也是反应过来，最开始妖鹤真人的表现的确像是不知道妖鹤会开启一般，所以在此期间，这妖鹤真人一直与你在一起吗？龙成宇问道。就是一直与我待在一起，根本没有见到他催动阵法，所以我才能确定不是他捣的鬼。图腾龙族族长说道。那他为何会变成这般模样？楚风指着那已经昏迷的妖鹤真人问道。妖鹤真人此时不仅昏迷，状态也是非常的不好，皮肤干瘪，已是骨瘦如柴，那个样子就像是被掏空了一般。对了，楚风小友，你看一下此物。图腾龙族族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话间将一个罗盘取出递给了楚风，那正是先前妖鹤真人取出的罗盘。在妖鹤真人昏迷后，图腾龙族族长便将这罗盘收了起来，只不过再度拿出来的罗盘却被布下了一重封印结界，但是哪怕有封印结界，却也不影响看到这罗盘的模样。此时这罗盘也早已经碎裂，是被拼凑起来的，而罗盘上面已经没有了空白处，皆被图案填满，外圈5个部分分别是风、水、火、雷、土5个图案，而中间部分则是一团黑色的气焰，似火、似风、似水，它仿佛可以吞噬一切，给人的感觉极为诡异。但要知道，罗盘碎裂之后，那图案便不再那般栩栩如生，也早就没有了先前的灵性。可哪怕如此，这中间的图案仿佛还是不能长时间注视，就仿佛具有摄魂夺魄之力量，看久了让人心中慌乱。这是妖鹤真人之物。楚风问。妖鹤真人说，这是妖鹤上面的。起初这罗盘一直是空白的，他能感觉到此物很不简单，但却一直不知道其作用。在你们进入妖鹤之内没多久，这罗盘便一一浮现出了图案，顺序分别是风、水、火、雷、土。而当最后中间区域那黑色气焰出现之后，它便释放出了一股吸力，那吸力是针对妖鹤真人的，我们都在场，但都不会被那吸力影响。图腾龙族族长说道。是此物将妖鹤真人变成了这个模样。楚风问。是，我们想过阻止，但任何手段都没有用，直至妖鹤真人变成这个模样，那吸力才算停止。本来罗盘是完好无损的，但当妖鹤碎裂之后，这罗盘便也碎裂了。不过因为这罗盘先前吞噬过妖鹤真人，我们担心此物不祥，所以还是用封印结界将其封印了起来。图腾龙族族长说道。好奇怪，这是咋回事啊？龙成宇瞪大眼睛，开始认真观察那罗盘。现在哪怕是他也觉得妖鹤真人不像是罪魁祸首了，看妖鹤真人现在的样子，分明就是受害者呀。这罗盘给人的感觉的确与妖鹤乃是一体，只是碎裂之后难以观察到更多。楚风一番观察后说道。族长前辈，妖鹤真人可还说过什么？楚风又问。有。随后图腾龙族族长又将妖鹤真人讲述的这妖鹤从始至终都没有被他完全掌控，且他们家族的人一直以血脉之力为妖鹤奉献，但却没有从妖鹤身上得实际好处的事情，告诉了楚风等人。好古怪，太古怪了，现在给出的线索好像一切都是妖鹤自主而为，这妖鹤才是罪魁祸首，而妖鹤真人他们不过是妖鹤的奴隶一般。可是这妖鹤碎裂了呀，到底是咋回事呢？龙成宇揉着脑袋，他实在想不通。如果说妖鹤最终化作具有生命之体的魔物，想要对他们做些什么，倒也解释得通，可偏偏妖鹤碎裂了，这就解释不通了。实际上不仅是他，在场这么多老一辈的人物也都想不通这妖鹤到底是意欲何为。我观察过了，妖鹤本身的确只是件宝物，它具备特殊的力量不假，但也是之前主人设下的阵法，其本身再强，应该也还不具备完全独立的意识和修炼体系，所以妖鹤自己设下献祭阵法来炼化我们，并不合理。若要搞清楚真相，只能等妖鹤真人苏醒，询问一下妖鹤的真正来历了。楚风分析道。虽说楚风只是一个小辈，可是对于他的话，如今却少有人敢轻视，因为楚风的确做过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就在刚刚又救了图腾龙族众天才一命，一次两次是巧合，可是每次都这样，那就是真本事了。图腾龙族族长看着楚风，微微眯起的眼角有着一抹不易察觉的庆幸，明明刚刚发生过那样危险的事情，他何以开心？自然是因为他越发的觉得楚风就是那个他从预言之中看到的人，他庆幸结交楚风这个选择是如此正确。禀告族长大人，太古星海有变化。忽然外面有人禀告，见状所有人都是赶忙将目光投向了外面，哪怕隔着墙壁，可从内向外观看，却也能够清晰的看到太古星海的确发生了变化。太古星海之前就有了变化，海面之上升起了血红色的雾气，有种诡异之美。那雾气原本凝聚，如飓风一般缠绕，可之前又忽然出现一股劲风，那力量压制住了雾气，使得红色雾气无法继续升起。眼下那压制红色雾气的力量消失了，红色雾气以极快的速度凝聚，且向太古星海深处行去。而很快，那红色雾气散去，竟然有一条璀璨的道路光芒道路浮现出，那道路向太古星海深处延伸而去，那尽头处正是先前红色雾气凝聚之处。当红色雾气散去之后，能够看到那里出现了一道
若隐若现的大门。尽管若隐若现，可却能够看到那道大门非常的不同寻常，且给人一种神圣威严之感，一看就知道那里面蕴藏着非同一般的机缘。这个景象太过非同寻常，使得原本还沉浸在吆喝事情的众人，此时已然炸开了锅。因为太古星海之上浮现的景象实在太过引人瞩目，任谁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场天大的机缘，这是肉眼可见的机缘，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动身，哪怕明知道太古星海内具有可怕的力量，不允许人们踏入，可眼下还是有人不顾风险，想要顺着那条路向太古星海深处那道若隐若现的大门走去。可靠近之后，人们却发现那条路根本不通，根本就进不去。太古星海还能进去，最多就是承受太古星海内的力量，可唯独那条路竟然连进都进不去。不仅是老一辈进不去，就连小辈都进不去。那条路居然进不去吗？那它出现于此有何意义？应该是需要特殊方法才可以踏入吧。此时就连图腾龙族的众人也是议论纷纷，那道若隐若现的门距离太远，人们不知道它是异象还是真实存在。可是至少在太古星海上方的那条路是真实存在的，明明是真实存在的路，却又无法踏入，这样的限制必然也有解决之法。于是所有人都开始认真观察，想要寻求解决之法。楚风自然也不例外。楚风能找到方法吗？女王大人兴奋的道。他也看出来这是一场难得的机缘，况且这与吆喝不同，这是太古星海啊，是整个浩瀚修武界最神秘莫测的地方之一。若是能够顺利进去，说不定能够遇到小鱼儿。所以女王大人也是非常希望楚风能够寻得先机。找不到线索，楚风已经动用了天眼，可却什么都看不出来。用天师浮尘试试呢？女王大人道。不行，那种让我不安的感觉一直在，我不能用天师浮尘，否则可能会招来祸端。楚风说道。倒也是，女王大人点了点头。现在已经证明这里来了不少高手，不仅是图腾龙族，连图腾凤族也来了，搞不好还有其他没有现身的高手存在。这么多高手在的情况下，有人认得天师浮尘也是非常具有可能的。这样的宝贝若是被发现，那必然会进行抢夺。楚风现在的实力在小辈之中都不是最强的，若是面对老一辈，说是手无缚鸡之力也毫不为过。所以女王大人倒是觉得楚风的这个直觉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直觉这东西可不是玄学，而是一种本能。就像很多动物就会有预知危险的本领，说是本能，但其实也是一种敏感的观察力。楚风所说的本能，也可以说是他这么多年来所修炼来的特殊观察力。可能他的修为还无法支撑他完全东西这种潜在的危险，但是他的观察力却也能隐约感受到这种危险的确存在。忽然一道流光飞掠而来，落入图腾龙族族长手中。那流光速度极快，快到在场之中除了图腾龙族族长之外，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那流光。握住流光，一道信息便进入了图腾龙族族长的脑海之中，而他张开手掌，发现手中乃是一颗珍珠大小的阵法，阵法里面有着很多个，形态似是要是一般的令牌。此时图腾龙族族长看了一眼在场的龙族后辈，又看了一眼远处那立于太古星海之上若隐若现的神圣大门，他的目光有些复杂，也有些纠结，因为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在场其他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但最终他的眼中还是涌现出了一抹决意。图腾龙族族长大袖一挥，那阵法碎裂，所有令牌都飞掠而出，分别飞向了楚风、龙成宇、龙木西等在场的天才小辈们。父亲，这是从何而得？龙成宇率先问道。令牌在手，他们能感觉到这令牌的不同凡响，这令牌本身竟是蕴藏着隐藏之力的。除此之外，他们还能感觉到这类似要是一般的令牌与此时太古星海会上出现的道路竟有着相同的气息，说明这令牌很可能就是进入那条路的关键。可他的父亲是从何得到此物的？对于龙成宇的问题，图腾龙族族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对其道：你们拿着这个令牌，顺着这条路前行，可以顺利进入大门之内。进去之后，你们需要找到残缺的阵法，尽可能的将阵法完成，这就是你们此行的任务。不过切记，无论如何要以自身安全为主，莫要强行为之。图腾龙族族长说道。父亲，难道说这就是我们来这里要做的事情吗？龙成宇问道。是，图腾龙族族长应道。听闻此话，图腾龙族众小辈都变得兴奋起来，他们早就知道来此地是要做一件事的，但之前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不成想这件事竟然是如此的利奥德，当真与太古星海有关，并且还是如此壮观的场面。他们不是见证历史的人，而是要成为创造历史的人，这自然让人激动。父亲，您知道那里面除了残缺的阵法，还有什么别的吗？我们又能不能通过那道门进入太古星海？龙成宇又接连问道。我不知道那里面究竟有什么，也不知道那道门能否进入太古星海，只知道里面有尚未完成的阵法，那阵法需要你们来完成，并且那阵法会需要你们的血脉之力，若是能够完成，会对我图腾龙族带来好处，但切记还是要以自身安全为主，若是有危及生命的凶险，就算放弃也并非不可。图腾龙族族长再度嘱咐道。父亲放心，我们会小心的。龙成宇应道。而随后图腾龙族族长则是看向了楚风。楚风小友，此行非同小可，还要劳烦你帮忙与他们同行，这是你的酬劳。图腾龙族族长说话间，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楚风。族长前辈，我与成宇兄还有木西姑娘的关系，您不用这样客气。楚风还想推脱，然而图腾龙族族长却强行将乾坤袋塞入楚风手中。你若不收，我都不好意思叫你帮忙了。乾坤袋入手，楚风发现这里面全部都是丹药，有疗伤的丹药，缓解伤痛的丹药，还有可以提升结界之术，甚至修炼的丹药，个个价值不菲。就连在图腾龙族内部都极为珍贵的龙之内丹，在这乾坤袋内都有着足足100颗。当初楚风就是靠着在最强试炼得到的龙之内丹，最终突破了5尊境的束缚，一举踏入了半神境。虽说龙之内丹对现在的楚风帮助已经没有那么大，但足足100颗，这足以证明了图腾龙族族长的诚意。前辈，
这也太贵重了，就算要给我，事成之后再也是不迟。楚风想先将乾坤袋还回去。楚风小友，这就是你此行的酬劳，无论成败与否，都是你应得的。图腾龙族族长一句话已经解释了这报酬的意义。楚风收下吧。龙成宇在一旁劝道。族长前辈，那便谢了。见状，楚风也不再推辞，而是直接收下。毕竟这些丹药皆是价值不菲，对于他而言，的确会有不小的辅助作用。楚风小友莫要客气，接下来还要有劳你。图腾龙族族长道。嘿，族长前辈，是您太客气了。我都说了，我与成宇兄还有木西姑娘的关系，就算您不给我报酬，我也会陪他们去的。对了，族长前辈，这些令牌是从何而来？楚风拿着手中的令牌问道。尽管他没有看到流光飞掠而来，可是通过观察，他也发现图腾龙族族长对于眼前的一切其实并不太了解，并不了解，却又要去做一些事情。这种情况下，有一种可能的几率最大，那便是受人委托。倘若真的是受人委托，那么委托此事之人必然是知道一些缘由的，甚至楚风已经猜到这些令牌也应该是委托之人转交给图腾龙族族长的。楚风小友，我图腾龙族来此乃是与人有着一场合作，只是这合作之人的身份有些特别，我不方便说。这些令牌乃是合作之人给的，其实就是在刚刚给的，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图腾龙族族长如实说道。所以族长前辈所知晓的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楚风问。图腾龙族族长点了点头。见状，楚风也没啥好问的了，该交代的图腾龙族族长交代过了，而那委托之人他又不愿意说，楚风还能问啥呢？只能按照交代行事了。父亲，我们现在动身吗？龙成宇问。即可动身，切记要以你们自身安危为主，且此次行动需要秘密进行，你们进入的时候不要现身。图腾龙族族长嘱咐道。遵命。图腾龙族众位小辈纷纷应道。随后楚风等人便立刻动身，手持令牌飞向了那条路。因为那令牌本身就具备强大的隐藏之力，所以他们都不用自己的手段，直接催动那令牌便可以将自己身形隐藏。而手持令牌，他们果然顺利地进入了那条道路，并且进入道路之后没有任何的不适之感。太古星海之上原本存在的压迫感在这条路上竟也不存在了。起初楚风等人还小心翼翼，可是眼见着一路前行都没有任何压迫，他们也是加快了脚下的步伐。而越是靠近那道大门，越是能够感受到那道大门的不简单。好厉害的阵法！楚风内心感叹，虽然看不出大门具体会通往什么样的地方，又或是其中具备着什么，但楚风却能够感觉到那阵法的厉害。哪怕楚风现在已是神袍界灵师，可那大门的阵法却也是楚风遥不可及的力量。正所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楚风如今的本领，尽管早已是许多人眼中的人上人，可那阵法的力量却是楚风眼中的天外天。因为距离大门太近，那大门也不再是忽隐忽现，而是越发清晰。此门之高，仿佛直达天际，以他们的修为竟看不到顶端，但在远处的时候明明是能够大概看到顶端的，说明此门变化莫测。远处看到的不过是假象，而他们此时看到的才是实景。而此门之壮观，哪怕是见多识广的图腾龙族天才们也是惊讶的张大了嘴巴。好家伙，这就是太古星海之上的机缘吗？连到大门都这么气派。龙成宇也是一脸兴奋，图腾龙族的其他人同样难以掩饰脸上的激动。尽管图腾龙族族长已经明确说过了，这里面可能是会有凶险的，且若是遇到凶险，要让他们率先自保。可无论是这条路，还是那巨大无比让他们感到渺小的大门，都让他们对此行充满了期待。可忽然，走在最前方的楚风停了下来。楚风这一停，其他小辈也是赶忙跟着停了下来。经过之前的一系列事情，图腾龙族的众小辈俨然一副对楚风为首是瞻的架势。龙成宇更是问道：楚风怎么了？有一道结界，我查探一下。楚风上前仔细查探，发现那结界可以自由穿过，并无任何阻碍，是一片特殊区域，无碍，应该可以直接进去。楚风说话间便率先走了进去，可走进去之后，楚风便忽然愣住了。穿过那道结界，的确进入了一个特殊区域，而这个区域之内，那令牌的隐藏手段消失了，就连楚风自己的隐藏手段也消失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这里面已经有了一队人马，乃是图腾凤族的人。先前在妖河之内所遇到的图腾凤族的凤天圣以及凤九月等人都在这里，你怎么来了？而此刻，凤天圣以及凤九月等人看到楚风，也同样是目露诧异。就在此时，龙成宇以及龙木西等图腾龙族之人也全都走入了这结界之中。直至此时，双方人马也都是注意到，他们各自手中都握着相同的令牌。事已至此，他们都明白为何彼此会出现在这里了。显然，他们都是来这里执行那项任务的。所以，与我们合作的人是图腾凤族吗？还是说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龙善善等人纷纷看向龙成宇，他们所知道的与楚风等人差不多，所以还并不知道那个真正合作之人是谁，自然也就无法确定。图腾凤族的出现对他们来说是敌是友，他们应该与我们一样是受人之托，但与我们并没有合作关系，否则我父亲之前也不会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总之，等一下进去之后，我们就按照我父亲的嘱托做事即可。至于他们，也要加以提防，但他们若是不找麻烦，倒也不用理会。龙成宇这句话是暗中传音，图腾凤族的人听不到，他是在场之中唯一一个知道，此次他们乃是守七界圣府府主所托而行事的人，只不过因为其父亲让其保密，所以他没有对任何人说，哪怕楚风与龙木西他也没有说，但他所知道的也是十分有限，并不知道图腾凤族为何会出现在此地。根据他个人的猜测，应该图腾凤族也是受七界圣府府主所托，甚至他觉得图腾凤族的消失多年，搞不好也与七界圣府有关系。忽然结界一阵颤动，众人顺势望去，无论是图腾龙族还是图腾凤族的众人立刻变得警戒起来，因为又有一队人马走了进来。不，准确来说，他们并不是人，